好，只要仙儿喜欢，爷这就给你摘。你就惯着他吧，好好一棵海棠花树，都快被你这个小霸王霍霍秃了。也是，这棵树本来也不是为我栽的。你怎么还吃起醋来了？怎么会有小公子的声音啊？白芷，那是二爷吗？是。他没死，那他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来看我？娘来信说，那人快死了。她好歹是你的妻子，你当真不心疼？心疼？从一开始我心里就不曾有过的。留着他只不过是利用，况且他将元清照顾得很好罢了。至于现在，我只希望他尽早归西，这样我们一家人便可以早日回侯府，好好团聚了。所以程元清是他们的孩子，娘不允许在家设牌位，不允许祭奠，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还活着。娘常说你有家不能回，我今天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夫人，温宁玉，婉儿，夫人，婉儿，婉儿，婉儿。严清墨，若是醒了就回去吧，侯府的马车已经到后门了。我怎么在这儿？程家的事我会帮你解决。至于程子轩，最近金兵作乱，等过几日我自会放了他。金兵？莫非现在是元年237年？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温宁玉，自侯府把你送到我的床上之后，你就该明白，你跟那些婊子没有什么区别。严清墨，程子轩我不救了，我跟你没关系，我也不跟你继续。当什么？这些天你身上哪儿我没看过？现在立牌坊是不是太晚了？若是饿了，便吃些招食再走。我还有事，先走。难道程若君、程家，我真的重生了？温小姐，您的招式准备好了，现在要用吗？不用了，去帮我把白芷叫来即可。夫人，您还好吧？我没事。哎，白芷，回去之后让吕账房拿着所有的账本送到我房间来，切记别让任何人知道。好。海棠糕，前世未曾注意，这大名鼎鼎的活阎罗竟然也爱吃这种甜食。最近总是时常感到饥饿，还有些乏力嗜睡。估摸着时间，想来上辈子好像就是这时候发现他来的吧。温宁玉，这一世该活得聪明一些了。吕先生，劳烦您跑这一趟，账册可都带齐了。二夫人为何忽然要查账啊？难道是府中出了什么事？前段时间侯府被抄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如今账上的果庄、良田、铺子，应当都是我的嫁妆吧？我查自己的嫁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二夫人请看。这两间绸缎铺的流水，为何到这个月便没有了？啊，这老夫人说这两间铺子她要亲自打理，以后就不从我这边走账了。况且您当初也说过，老夫人是长辈，她若之前不必经过您，所以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谋划。我要这个海棠花。那这里呢？为何每月都要支出100余两？
这个是老夫人专门用来接待远房亲戚的，您应当是知道的吧？是吗？那便停了吧。啊，就是停了。老夫人那边我着实没办法交代啊，夫人。老夫人那边，吕账房，你最好搞清楚每个月的月钱是谁在发。夫人恕罪，小的明白了。我打算开家米粮铺，届时会把账面上的银钱全部取走。你这2天把钱都归拢好，到时交与我。如果办得漂亮的话，每月我再给你涨2两银子。谢谢夫人。去吧。夫人，您没事吧？无碍，没什么事，应当是怀孕了。什么？是严大人的吗？难不成还能是我能为同过房早死的夫君啊？需要给您准备堕胎药吗？不用。给我喝下去！真是个贱人，竟然敢在小溪怀上别人的孩子！我儿可是堂堂的靖安侯，你竟然妄想给他戴绿帽子！不是当初你们让我去的呀！那你就应该在他大哥被抱回来以后，直接上吊自缢，以守住你的清白。娘，我听大夫说，如果这的话，便再也不能生了。正好绝了他再嫁人的心思。白芷，既然他投身到我肚子里，不论他父亲是谁，我都会护他周全的。好，不管夫人要做什么，不管多难，白芷都会陪着您的。不过这件事情千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包括严清墨。夫人，您不想让严大人知道啊？严清墨心狠手辣，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允许这孩子存活于世的。况且我与他之间本身就是错的，也没有必要让这对孽缘继续纠缠了。我跟他之间会断干净的。白芷明白，当初要不是那个挨钱闹的活阎罗，您现在也不会受那么多委屈。有些话切不可对外乱说，免得落人把柄。对了，我让你打探的严府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严大人果真如夫人所说，今日带了一个叫江可如的姑娘回了严府。看来早上那句果真是我的错觉。严清墨怎么会用那种声音唤我的乳名呢？他心仪的明明一直都是宫里的那位金妃娘子。不论是我还是江可如，都不过是那人的替身罢了。夫人，您今晚还去兰园吗？今晚不去，以后也都不会去了。可大爷还在大理寺里面关着呢，万一严大人一怒之下，他要杀谁就杀谁。程子轩有娘亲有妻儿，为什么偏偏要我一个死了丈夫的弟妹去救？况且我现在还有了他。夫人，您终于认清了。我想明白了，从今往后我都不会犯傻了。不过我现在胎相有些不稳，一会儿我写张方子，你去帮我抓副汤药回来。不过一定要避开。夫人放心，白芷务必办好。哎，那不是白芷姑娘吗？禀大人，我刚刚看到了温小姐的贴身丫鬟从药房里走了出来，手里拎来了很多药。她病了，派人去药房看看。是。夫人，药好了。夫人，我问过大夫了，大夫说您近期万万不可再行房事，否则腹中胎儿难保，一旦滑胎，对身体损耗极大。我知道。不过夫人，您现在还没有开始显怀，暂且还能瞒得住。等再过段时日，月份一大，严大人那边恐怕是……放心吧，我自有对策。对了，老夫人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别的也没什么。刚刚听下人说，老夫人去附近庄子上探亲了。是吗？白芷，你去府外找辆马车，咱们也去见见这位远房亲戚。夫人，我们不是要去探亲的吗？怎么来这儿了？您不是说此生再也不来了吗？小声点。二爷，这便是老夫人说的那门穷亲戚。俊儿啊，
你在外面当真是受苦了，为何就不能回家呢？娘，曼娘救了我的命，现如今又有生下元清，我自是不能负担。那就带回侯府娶了做妾嘛，何必躲在这里受罪呀？当初为了爵位娶温宁玉时，他父亲曾向皇上请一道懿旨来约束我，婚后永不纳妾，不得休妻。若是夫妻感情破裂，温宁玉提出和离，我也将是净身出户的结果。温家这个老东西，到死还居然坑我们一刀。娘，你把元清带回去，过继给他，将他牢牢地拴在城府。到时候元清继承爵位，家产也仍在我们手里，何乐而不为呢？还是我儿想的周到。他们怎么能……对了，娘，我大哥现在怎么样？我听说这谋逆之罪可是要诛9族的，万不可因为他而影响了我们侯府呀。放心，我前段时间已经把那个温氏送到严清末那个奸臣床上了，没想到那个活阎罗还真看上了他。我估计呀，过段时间你大哥应当就能回家了。今后每个月，娘都会再送些银两过来。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苦了你和孩子，不是？还是娘最好。走了啊。夫人，他们简直太过分了，竟然这样算计您。当初要不是您下嫁到程家，温老将军在军中对他多番提拔，一个没落的伯爵侯府，怎会有如今的侯爵之位？是啊，他们当真是下了一盘好棋。合理，必须合理！我们这就去戳穿程家的阴谋，让程家净身出户，简直太欺负人了。白芷别急，待时机成熟，他们拿走的东西，我定要他们加倍还回。我要程洛君亲自跪在我面前求我。夫人，侯府账面上的银钱我都取出来了，您让我去外院找一个会武功叫张猛的佣人，我也找来了。不过您找他什么事啊？又是和他何时认识的呀？连白芷都不知道。我也是无意之间发现的，此人秉性良佳，功夫不错，识文断字，还算得了账。父亲曾是举人，当初也是迫于生计，为了替父亲治病，才被卖到侯府的。张猛这辈子有幸的得到夫人的赏识和重用，已让我误会。可惜今后的日子不能继续为他做事。快望夫人在侯府多加小心。夫人好，小人张猛接到白芷姑娘的传话而来，不知夫人有何吩咐？起来吧，张猛，我且问你，今后你可愿在我的手底下做事？恕小的愚笨，实在不知能为二夫人做些什么。这里有3000两银子，我需要你在京都帮我购置一套隐蔽些的院落，院中要存放大量的粮食，所以院子和仓房一定要大。若还有剩下的银子，全部买了粮食存在院中。3000两，二夫人，您信我？信。不过这件事不要让侯府任何人知道。夫人如此信任小人，张猛感激不尽，日后定为夫人鞠躬尽瘁。夫人，您为何要用全部的钱来满院存粮啊？京都要闹饥荒了。什么？此事尤为机密，切不可和外面提起。白芷明白，只不过兰园那边又来信了，说让您过去。放心吧，那位江姑娘可不是省心的主。严清末有了新欢，短时间内是断不会想起我的，没准儿又是哪个下人自作主张。温宁玉，你怎么没去伺候那个奸人？母亲，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媳去伺候别的男人？你大哥还在严清末的手里，你怎么能……若是二爷在天有灵，我该如何面对他？白芷，去帮我准备一条白绫，没能为二爷守身如玉，我也无颜苟活于世了。弟妹，你可万万不要想不开呀！是啊，夫人，现如今侯府有您坐镇，朝廷还能看在过去温老将军的面子上对侯府招抚一二。若您也不在了，二爷的侯府可怎么办呀？二爷，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丢下我？又哭又闹的，成何体统？我左右不过是问了一句，这倒咬着我还不放了，这还啊？我们都知道你为侯府付出了多少，心里都感激着你呢。若不是没有别的法子，又何必走到这一步？再说，哪有事情做到一半就丢下的道理？
你大哥的命可攥在你的手里呢。母亲，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呀？够了，哭得让人头疼。前院还有事儿呢，今日你就当我没来过。哼！娘，您走了，大爷怎么办？大嫂还有何高见啊？那颜清墨不是贪图你的美色吗？只要你继续服侍他，把他哄高兴了，你大哥自然就会从大牢里出来了。再说了，若不是这静安侯府树大招风，又怎么会连累你大哥呢？只要是美色，颜清墨都喜欢。我自觉美色不如大嫂，若大嫂真想救大哥的话，何不牺牲自己，爬上颜清墨的床啊？你放肆！你竟想让我去做这等肮脏的勾当？你还知道脏，我就不嫌吗？何况我只是大哥的弟妹，大嫂您才是他的夫人，大哥的事何须轮到我来出头？我潜心修佛，不问俗事，自然是不会去做这等勾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嫂是在大哥出事的第2天才开始潜心修佛的吧？好啊，我真是没想到啊，你竟有如此心机。大嫂若没什么事的话，还请先回吧。你给我等着！夫人，您早该如此了。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您做了这么多，却还是捂不热他们。白芷，从今以后，侯府是侯府，我们是我们，我们再也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期许和幻想了。是，白芷明白。人呢？回禀大人，温小姐已经好几日没来过了。是吗？程子轩先不用放了，想来还从没去过静安侯府呢。不要让人看懂了侯府的笑话。严大人，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老夫人看不出来吗？我在搜查程府参与太子谋反的证据。毕竟，程子轩的供状上可写得明明白白。老夫人，要我拿给你看吗？哎呦，严大人呐，求你明察呀！侯府当真是被冤枉的，那些供状都是因为刑部他屈打成招，您可万万不能相信啊！我严某人办案向来秉公执法，没有证据是不会冤枉任何人的。但这天下有什么证据是我严某人搜不出来的？哎呀，老身明白，老身明白。夫人，不好了！大夫人领着几位少爷和小姐跪在您门口了。这又是闹哪出啊？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哎呦，宁玉哟，要求求你发发慈悲，救救侯府吧！你看这几个孩子还这么小，你就忍心看着他们为此丢掉性命吧？娘，这话是什么道理？说的好像是我要坑害侯府一般。试问哪个好人家会让儿媳去伺候别的男人？咱们去大街上评评理。娘给你跪下，求你救救侯府吧！这点把戏，换做曾经的我必然手足无措。可惜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宁玉了。娘这一跪可真是折煞儿媳了。既然你们都如此逼我的话，那我今日便死在这侯府吧。夫人，从此以后，这侯府与我再无干系。宁玉啊，别这样，别这样！哎呦，夫人，夫人，他怎么在这儿？真是一出好戏。不过我还舍不得像二夫人这样的美人香消玉殒。下去吧，我还有些话要跟二夫人聊聊。是。白芷。是。今日还要多谢严大人的救命之恩呢。都说救命之恩应当以身相许，不知温姑娘打算如何报答我？严大人就莫要打趣我了。我一介寡妇，若说出以身相许这种话，太不知分寸了。怎么会？我还怕姑娘嫌我多管闲事呢。毕竟，我这飞刀要是再不出来，
姑娘这白绫自己就断开了。这双眼睛长得真好看。严大人今日怎么有空来侯府做客？我说我想你了，你信吗？严大人莫要拿我打趣了。江姑娘的美名，京中人尽皆知。有江姑娘在严府陪着您，还要拿我消遣？全都是金妃。孩子，孩子，几日不见，你的性子倒是烈了不少。严大人，我温宁玉从来都不是谁的替身，也不愿意做。你知道些什么？你说的是江可如，还是宫里那位你爱而不得的金妃娘娘？你尽管杀我，一旦我死了，我保证，你和金妃娘娘的事情，马上就会传到圣上耳朵里。你觉得我会信你？您可以不信，但我却敢赌，您卧室屏风后面那间屋子里的画像，可都是证据。你到底是谁？我是武安侯府独女。就算我现在父母双亡，你觉得纵横沙场多年的老将军会不给他女儿留点手段傍身吗？若你惹怒我，你不怕我杀了程子轩，或者侯府其他人？你爱杀谁就杀谁，我不在乎。当真是有趣。说吧，想要什么？看来上一世的记忆当真有用。既然要赌，不妨赌场大的。我要和你做笔生意，你借我10万两，我还你11万两。那这笔生意，温小姐是论私情，还是在商言商？我和你没有私情。那奸情呢？严大人，1个月能挣1万两的生意可不常有，还请你认真些。你要钱，去取便是，我会和管事交代一声。既然生意谈成了，春宵苦短，严大人家里还有美人在等，还是尽快回去吧。春宵确实苦短，但我和温小姐在一起后，便接受不了其他人了。这就是温姑娘的待客之道。还请严大人注意自己的言辞，我不是你的女人，从今以后我是你的生意伙伴。外面怪冷的，不如我帮你暖床。我何德何能让严大人帮我暖床呀？只不过严大人这么喜欢这间屋子的话，留给你便是了。告辞。切！以前倒是我小瞧了他，偏在大爷快要放出来的节骨眼上装起了真情，明摆着就是故意的。今日又当众让我如此丢脸，当真是好手段。大人，这是前2天白芷姑娘去药店取的药方，请您过目。这药方倒是有点意思。您下午安排我观察的程家大夫人，他们果然有动作了，就在今晚。看来这程家今夜得再去一趟。温宁玉就在那个房间里，我要他死。夫人放心，
是什么人？这还不明显？他是来杀你的。严清墨。那你呢？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当然是为了保护你，毕竟你的身上还有我的11万两，不是吗？那便多谢严大人相救了。不过您这样的行为，怕是不合适吧？毕竟咱们又不是之前那种关系。说我偏要呢？那还请严大人想清楚，我在这世上并无亲人，不过是烂命一条。我若一心求死，严大人怕是要人财两空。温宁玉，你到底是谁？我是温宁玉，还能是谁？是吗？你放开我！最近忽然诸多反常行为，有能力查到并进入我的暗室，这和我印象中的温宁玉可不一样。放开我！机会只给你一次，若你无法说出我想要的理由，那就……我说，是程若雪，她还活着。你说的是程家二子，你那个短命丈夫。大人若是不信，自是可以去查。他们程家舍不得我带来的好处和当下的荣华，所以联合在一起，就想出这一招，联合起来对付我，甚至还偷我的钱，去养着他外面的妻儿。这便是你忽然转变的理由。是，我想告诉严大人，从今以后，世上再无靖安侯府的二夫人，只有武安侯府独女温宁玉。这个理由，不知严大人觉得够吗？我会再查清楚，但温小姐，我警告你，最好别妄想骗我。至于今日，趁着我心情好，需要我帮你解决掉想杀掉你的人吗？当然，我只是为了1个月之后可以顺利拿回我的钱。其实我大概能猜到，应该是沈心玉，毕竟其他人可舍不得我死。他们整个侯府还要指望我来养活，还希望我能救出程子轩。这种傻事，应该只有那个泼妇才能干得出来。说的好像你这些年有多聪明一样。是蠢了些，不过以后这种傻事，我再也不会干了。马上就卯时了，我也不多留严大人。今日的救命之恩，改日我必备厚礼，登门拜谢。那我倒拭目以待了。对了，我今日找到一张药方，不知温小姐可还眼熟？这是前几年父亲在宫里求御医为我开的药方，怎会在大人手里？我从小身体不大好，从前一心都扑在程家上，忽略了自己。现在想清楚了，决定先把身体调养一下。是吗？大人不信，尽可以去宫中查一查。我想过大人会调查我，却没想到竟查得如此细致。没什么，仇家太多，小心驶得万年船。学到了。大人慢走。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见了什么危险？无碍。按您的吩咐，一亲俩买了院子，其余的钱已经全部买了米。只是最近京都的粮价实在涨得厉害，已经涨到2两每担了。确实是贵了。我记得去年粮食大丰收的时候，除京都外，其他地方都降了，对吗？嗯。从安州运粮。夫人，先不说这运到京都的人力物力，这马上要到雨季了，这时候大批运粮可能会反潮发霉。不用担心，这批粮不会存太久。这些全都要进购粮食，这风险太大了，还请夫人三思。放心，我自有决断。好吧，我听夫人的。只是最近这水路和陆路都不太太平，若要从安州运粮的话，恐怕要加派些人手。张某，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不少会功夫的同袍，对吗？我有说过吗？说过，可能是你忘了。你从你的同袍里挑出一些口风紧、可靠的人，毕竟运粮这种事情得暗中进行，事后工钱我不会亏待他们的。可是张某，我相信你，也相信你的眼光。小的明白。你这个贱人，账上的钱为什么都没了？不知娘要取钱是有何用吗？怎么，难不成我现在用钱还要一一向你汇报？我怎么敢？娘要如何用钱，我自是不敢多问的。只不过这个月的月钱早就发到了各院手中，我不过是多了句嘴，娘别放在心上。哎，今天是几号啊？回夫人，正是10号。哦，10号，今天该是娘接近亲戚的日子了，我怎么给忘了？知道还不赶紧拿钱？300两，快点给我！这接济亲戚的钱怎么越来越多了？侯府现在情况还未稳定，要我说，有些款还是断了吧。我打算开家新铺子，前阵子已经把账上的钱全都取出来投进去了。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拿不出钱？是啊，侯府现在并不富裕，而且这人接济了这么久，也没见他上门道过谢、感过恩，这样的人咱们还是别帮了。不行！如何不行？如今侯府上下所有的铺面和银钱全都是我的嫁妆，我自己的东西难道我还做不得主吗？要不娘，您带我去见见这门亲戚，我要看看他家到底有多穷。总之这笔钱不能提，这事关我的面子，没有商量的余地。恕儿媳难以从命，娘若非要送钱的话，还请您拿自己的私房钱去接济。若娘没什么事的话，还请先回吧，我还有账册要理。当然，那都是你的东西，我自是无权干涉。夫人您也是，怎么今日一点台阶都不给他留？随便找个借口将他打发走了不就好了吗？像老太太这么记仇的人，指不定日后怎么找您麻烦呢。反正不论怎样，他们都会记恨我，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况且我本来就不想让程若俊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有本事这钱他自己来侯府找我要。我知道您不怕，也知道您心里的恨，可您现在的身子不是原来，凡事当心点为好啊。还好有你在。夫人放心，白芷一直都在。夫人，夫人啊，夫人出事了！屋里说。何事如此着急？今日早我去查账，这一去才知道，绸缎庄他已经易主了。什么？据说他府上人拿着地契，把绸缎庄整个卖掉了。是老太太，当年侯府出事，所有店铺的契书和房契我都放到他那保管。不光如此，西城的胭脂斋成交了100亩粮田，除了西城上那片果树没有卖出去之外，你嫁妆里剩下的都已经全部被卖出去了。夫人，老爷清廉，老夫人攒了这么些年才攒下这些嫁妆，这下全没了，这可怎么办啊？我能追回来吗？你那些契书皆为白契，谁得到他就是谁的。甚至像绸缎庄那些旺铺，一旦卖出去，就算有钱，他都拿不回来了。我明白了，先生，今日辛苦了，您先请回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来解决。好，夫人，那您保重身体。白芷，去东院。是。大胆，没有通传，竟然擅自闯进老夫人的院里。嫁进侯府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么没有规矩呀？是娘将我的嫁妆全部卖掉的。有这事儿？怎么了？那些都是我的嫁妆，当初拿出来是为了接济侯府，你要卖，竟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的嫁妆既然入了公账，那自然就是侯府的东西。我身为一家之主，就卖这点东西，还用得着跟你说呀？啊，这般大呼小叫的指责婆母，还有没有点教养啊？啊，我是没有教养，但满京都的贵眷中，我还没见过哪家这般没脸没皮，侵占儿媳的嫁妆，并将其全部卖掉。放肆！如今我家人丈夫皆已身死，我独身一人，又怕什么？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尊长？啊！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夫人，白芷，放开我！白芷，我没事，夫人别担心。娘，我劝你最好别逼我，逼急了，我定要整个侯府给我陪葬。哎呀，宁玉啊，娘卖掉铺子也实属无奈之举。你看，这硕大的侯府，终归不能没有一个能做主的男人在，是吧？何况钱已经花出去了，全部打点关系了。等你大哥回来，重振家业，到时候让他一定补偿于你，可好？好，我等着。还请娘说到做到，所有铺面田产的价格，我都一一有记录。夫人，钱就这么算了？不然呢？那个老家伙吃进去的东西是绝对不会吐出来的。况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带你去医馆看看。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夫人，白芷就是心疼你。那我们去追回来。还能追回来？刚刚您不是说……放心，是我的，绝对不会便宜了程家。不过，可能需要用点非常之法。北桥那边有打斗，快走！您好不容易有性子，怎么还偏偏撞上了这档子事？夫人，我们快回去吧。白芷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非常之法吗？夫人危险，还是别去了吧。燕青墨，你没事吧？弟，大人，处理了。是。你怎么在这儿？我和白芷刚刚逛夜市，乱糟糟的便走散了。你受伤了？死不了。我帮你止血吧。哎呀，这是怎么了？高远，大人，属下在。剑上有千羽蛇毒，搜查一下这附近，不能让那伙刺客跑了。可是大人您……无妨。若是千羽蛇毒的话，帮我把伤上的血肉剔除。什么？放心，别怕，我还没娶老婆，皇权寂寞，我要是死了，必定先把你杀了。都这么厉害，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早知道我刚刚就该毒死你。哼，让你以前欺负我，上辈子甚至还强行将我关在过兰园，就该让你多疼一疼，活该。温宁玉啊？故意的。严大人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乖一点，不然就把你丢到乱葬岗。来人，大人，驾车回兰园。是。燕青墨，你说这次算不算我救了你啊？你说反了吧？本来一方面想着提醒他北京那边的动作，但最主要的是借此机会帮他解毒，让他以报恩的形式把我的嫁妆还回来。现在可怎么办？谁没事身上会备着解毒丹啊？哎，回神，说吧，想要什么？大人，侯府之前贿赂你的那些钱，其实都是我的嫁妆钱。你也知道我在侯府的处境，我一个寡妇，每天遭婆家算计，娘家又无人可依，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说吧，想要多少？我要回我的嫁妆钱就行了。我打听过了，
伯府前前后后一共给您送了6万两。不管怎么来的，到了我这儿就是我的，但是也可以给你，多少都行。但是你要记住，是我给你，而不是还你。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现在也不帮程家，也不救程子轩了，我只是想要回我的东西。您就当一切都回到原点不好吗？你觉得还能回到以前吗？严大人，以后直接叫我名字。大人，进。大人，这次的杀手都特别专业，都可以隐藏了身份。我今晚逛夜市的时候，发现远处的小巷子里有一个带弯刀的人，跟今天刺客装扮一样的人说话。弯刀，千羽蛇毒。温宁宇，你到底要干什么？大人，会不会是北京那边的细作？你觉得呢？我怎么知道？顺着北京这条线查，并通知东厂，让他们一起。明白。希望严清墨能顺着北京这条线，早日查到他们与废太子萧无伤那些暗地里的勾结，最好能提前避免上辈子天灾加人祸，京都遍地尸骨的惨象。饿了？没有。吃什么？我可不问第2遍。粥就行。高远，让厨房去做。是。哎，对了，严清墨，最近粮仓是不是该卖粮了？我想要1万担。你要那么多粮食做什么？我想开家粮米铺，粮仓的米一担要比市面上便宜200钱，这样倒手一卖就能赚钱的买卖，谁不心动啊？那你知不知道，粮食在粮仓中囤放久了，是不可以在市面上售卖的。天下的米都一个颜色，而且谁知道从哪里来的呀？能吃不就行了？温宁玉，1个月后我那10万两还回得来吗？放心，不过粮仓规定每户只能买10担，我想要1万担的话，还得请严大人帮忙。你就那么想做奸商？我又没什么本事，不像严大人杀人放火。英明睿智，赚钱的路子多。仅此一次。那这件事情您尽快去帮我办。还和我摆架子，我可是给你送了一件大功呢。等你发现京都粮仓已经被萧无伤那个废太子搬空，连1粒粮都不剩的时候，你就感谢我。大人，江姑娘做噩梦了，想请您过去陪她。想不到京都双骄之一的江姑娘这么快就被严大人拿下了。严大人还不快去，省得让美人久等。若你想要的话，那又怎样呢？我们都很清楚严大人爱的是什么，不对吗？一双眼睛。温宁玉，这世上比你像的人多了去了，比如江可如。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良宵苦短，我就先不打扰大人了。这粥也留给您和江姑娘喝吧。高干，大人，跟着温宁玉，把她安全送回去。是。大人，您可是要去翠园，江小姐那边。我最后再说一次，江小姐只是我的故人之子，我最多会认她做义妹，但她绝不可能成为这里的女主人。至于你们，最好搞清楚谁才是你们的主子。云翔知错了，把粥送到书房。外面有人，还请温小姐不要喊出声来。我是严大人派来护送您回去的，看您院子外面有几个人行踪鬼祟可疑，需要帮您除掉吗？我院外有人。是。那你武功高不高？可护小姐周全。跟上去看看。你们只管把他套进麻袋里，送到外面的马车上，其余的不必管，动作麻利点。好的，是夫人。沈心瑜这个脑子，连我在没在房间里都没搞清楚，就想绑我。哎，一会儿那2个护卫进房间之后，你就把沈心瑜打晕，然后放到我床上，不被别人发现，能做到吗？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干嘛。嘘，小心跟上前面的马车，别跟丢了。大人，侯府把二夫人送过来了。侯府送来的？对，是装在麻袋里送进来的。那我可得去好好看看。怕了，也不知道是谁说自己不会再犯傻了。怎么是你？青墨，你怎么回来了？侯府大夫人虽不如江小姐娇嫩，却是风韵犹存，别有一番滋味。不知严大人可还满意？哎，严大人，怎么，温小姐要帮我更衣不成？不，我不是故意的。为了保护温小姐，我后背受伤，动作极为不便，极易拉扯到伤口，就连更衣也有些困难。我帮你更衣。好。严清墨，为什么？你对我不是没有感觉的，对吗？你对我不是没有感觉的，对吗？我来月事了。若你真想要，我那大嫂还在房间等你呢。温宁玉，你当真觉得我是个人都行是吗？当然不是，严大人的床榻，自然得是美女才能上，尤其是像小金飞那样。温宁玉，我真的太给你脸了，导致你如此放肆。有本事，你就杀了我。那我便成全你。温宁玉，你最好别太放肆。我严清墨杀人向来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论对错，只论心情。严清墨，想必我如今在侯府的处境你也知道了。过几日程子轩被放出来，到时候背负骂名的肯定是我，到时候我在侯府的处境只会更难。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你竟然长脑子了！我想请你要了沈心雨，然后过几日再将程子轩放出来。你再说一遍。只要让侯府的人以为他服侍过你，到时候就算程子轩被放出来，大家也会以为是沈心雨讨得你的欢心，立功劳舍身救夫的是他，就算有吐沫星子，也是往他脸上喷，就与我无关了。程家这么对你，你就没想过离开侯府？我与夫君情投意合，没想到阴阳相隔，虽不能执手一生，但求死能同关。继续啊！这是最后一次，求大人再帮我一次，然后我必定报答您。那便依你所说，但是记住，你欠我一个承诺。嗯。把饭吃了再走吧，顺便把戏看完。好。该说不说，你们家这厨子还真挺不错。所以，你给他找了个乞丐。嗯。温宁玉，你还有脸回来？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你装什么糊涂啊？分明是你把老大家的塞进麻袋，
送进兰园去了是吧？难道不是大嫂为了救大哥大义现身吗？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哥大嫂夫妻情深，虽失了清白，但两人之间的感情也着实让人羡慕。至于大嫂为什么钻到麻袋去了兰园，我当真是毫不知情，还请母亲好好彻查一番，还我清白。温宁玉，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沈心雨，你以为你第一次刺杀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吗？我只是没有和你计较，这次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但若有下次，我定要你生不如死！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我劝大嫂，以后还是别去佛堂了，毕竟那乞丐还真是挺脏的。你怎么知道的？你看到了，是你陷害的我，这一切都是你，这一切都是你，我不会放过你的。大嫂别慌，我不会说出去的，毕竟你才是那个深得严大人喜爱、救回大哥的功臣呢。夫人，大理寺传话，准许我们去牢里看望大爷了。什么？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看来还是得大嫂出马才行。娘，看来那奸臣对大嫂甚是满意。想来昨晚大嫂为了救大哥，一定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不像我，什么都不懂，也没什么经验，无法讨得那人欢喜。你就给我闭嘴吧你！娘，趁那人对大嫂正是新鲜，何不趁热打铁，将大哥救出来？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啊。你们救他做甚？他既然做出如此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让他去死！他这样下贱的女人，还有什么颜面苟活在人世？我程子轩宁愿死在牢里，也不愿他这样把我救出来，丢尽我的颜面。消消气，消消气！你媳妇儿做这些，不全都是为了救你吗？这就是千错万错，你也应该给他留条活路，不是？你们给我留活路了吗？他做出如此的事，我日后怎么在京都过活下去？今日他若不死，我便去死！夫君，我原以为你会心疼我，我每日吃斋念佛，只为盼着你回来，却没想到这满院子只有你在逼着我死。你莫要犯糊涂，她可是伯爵府的姑娘，咱程家呀不能再惹麻烦了。沈氏啊，她到底是为了救你，你若是嫌弃她，娘随后再给你多娶几房小妾，她后院你就不来不就是了吗？娘，你不能这么对我！哎呀，你就给我闭嘴吧！你这个失节的女人，留你一条性命，你就应该感恩戴德。日后就是回到娘家也别乱说，你们伯爵府毕竟也是要脸面的。大哥一身武艺，何不直接提刀去杀了颜清墨？在这对一个弱女子发狠，算什么本事？闭嘴！你给他一般下去，是吗？可若不是我和大嫂去严府现身的，就只有你娘和你女儿了。我宁玉，母亲高义为了救儿子，不惜将儿媳送到别的男人床上。如若真的需要，在母亲心里，只怕也恨不得自己能年轻几岁，亲自上阵去救儿子的吧？你什么意思啊？大爷见谅，我家夫人最近受寒，身体不适，时常头晕恶心。夫人，您的药快煎好了，我们回去吧。你赶紧滚吧，别在我面前碍眼。你去想办法，把温宁玉每日熬的药的药渣给我寻来一份。是。夫人过段时日，怕是要开始慢慢显怀了，到时可怎么办呀？白芷，你只要记住，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二爷程若俊的，是侯府的血脉，其他的我自有盘算。可二爷不是……他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会让他跪下来求我，求我让他认下肚子里这个孩子。夫人，粮仓以及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是您前些日子吩咐我在江南买粮时，从一位姓彭的将军手里讨回的地契。回老夫人，奴婢去查过了，二夫人喝的一直都是保胎药。什么？这个肮脏下贱的女人！
竟敢背着我儿怀上别人的孩子，还妄想保下这个孽种！那孽种八成就是严清墨那奸臣的，那就更不能让他凭借孩子抱上严家的大腿。现下子轩得救，既然他的心思都不在侯府了，那就找机会直接除掉。只要他一死，若剧和我的乖孙元清也就都能回来侯府了。明白。彭将军，就是当年接受不了温老将军去世，因自责而卸甲归田的彭将军。其实彭将军一直认为，当年若不是他决策出错，我爹也不至于死在荆州。但其实当年的事情也怨不得他，是因为军中出现了叛徒，故意将温家军的行军计划泄露了出去。那和这张地契有什么关系？这张地契不过是个入场券，戏台我已经给程若君搭好了，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夫人，张某，怎么了？夫人，你们家里面多好，外面群杀手。重复一次，程家人还没得到应有的惩罚，想做的事一件都没完成，我还不能死。谁能来救救我？严清墨救我！刚刚是在叫我吗？温小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刚刚是在叫我吗？没有，你听错了。对了，张猛还好吗？就是我那个车夫。在我面前还敢问别的男人，温宁玉，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等高原把下面的脏东西都收拾干净了再下去。可还没死，现在能乖乖的坐回去了吗？那个，谢谢你今天救我。刚刚抱我的时候都没害羞，现在怎么害羞了？哎，我说怎么有海棠花香呢？没想到严大人你也喜欢吃海棠花糕。你别用你的脏手碰它。温宁玉，前几日你还对我欲拒还迎，现在摸清了金妃的喜好，又来模仿她，怎么？难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我的宠爱？严清墨，你就那么爱她？与你何干？她是贵妃啊，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你明明还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偏偏要……更好的选择？你吗？当然不是我，我是说江可如。这应该不是程夫人该关心的事吧？我是说如果江可如意外怀了你的孩子，你还会爱金妃吗？她不配，我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可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做？若当真发生了这种事，孩子直接流掉。那大人呢？你会待他如何？留他一命，找个庄子看养起来。毕竟江父对我也有恩，我也不是那么冷血的人。不能让他知道，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大人，外面已经收拾完了。今日的事我会查清楚。你们坐我的马车回去，高远会跟着，不用担心。那就谢谢严大人。夫人怎么办？湘家对他有恩，他还要……别慌，我不会让他知道这件事的。是。这次找我，所谓何事？子清哥哥，许久不见，你怎么都不想我？您贵为皇上的宠妃，我们君臣有别，还望娘娘自重。当初你我重逢之时，我已然成了这后宫中的一员。若我们可以早些相遇，该有多好！这样我也就无需整日提心吊胆，在这深宫中为了那一丝一毫的宠爱争得头破血流。许是娘娘健忘，这句话我说过许多次了，
我对您并没有男女之情，现在也全然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若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我确实有事找你。前段时间我怀孕了，太医诊断说是个皇子。我会找神医来帮你看看，调养身体。不用了，我那未出世的皇儿已经被皇后那个贱人给害死了。太医说，这次流产伤了我的根本，虽祸不及性命，但那也将是我最后一个孩子，所以我要你杀了萧无伤。你曾在儿时救我一命，这些年来你跟我说你在后宫无权无势，我便助你一步一步踏上妃位，站稳脚跟。但是婉儿，这次你的要求过了。可我的孩子呢？他就不无辜吗？我只是想报仇，我要纳兰夕野经历丧子之痛，我要杀了他唯一的儿子。子清哥哥，你帮帮我，求你了，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婉儿，萧无伤死后，你我再无关系。好。对了，我听说子清哥哥和晋安侯府的温宁玉还有江可如走得挺近的，他们之中可有哥哥的意中人？若有，哥哥提前告诉婉儿，婉儿也好帮你推波助澜一下呀。我的事就不劳烦娘娘费心了，答应你的事，我自然会办到的。婉儿，照顾好自己，桌上的食盒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海棠花糕。谢谢哥哥。把食盒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去喂狗。这严大人怎么总是这么不开眼，次次都送海棠花糕？不知道金妃娘娘对海棠花过敏极其严重吗？那不是我送给婉儿的食盒吗？没想到严大人你也喜欢吃海棠花糕。别用你的脏手碰他，还不如让他吃了。现在真浪费了。高远，我为何总忘不了他望向我的眼睛？但自从把他找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甚至就连那双眼睛我也看不到了。婉儿，这次又带了什么过来？子清哥哥，外婆给婉儿做了我最爱吃的海棠花糕，婉儿特意忍住没有吃的，想和你一起吃。那这一块又是谁偷吃的？我在路上就吃了一口，没忍住。婉儿想吃便吃，不用刻意忍让的。子清哥哥真好，婉儿长大以后要嫁给子清哥哥。好，不过子清哥哥都没见过婉儿长什么样子，不怕婉儿是个丑八怪吗？不怕，婉儿长什么样，哥哥都娶。哥哥放心，医女告诉婉儿，婉儿脸上的红疹过阵子就消了，到时候第一个给哥哥看。大家都说婉儿没长红疹之前是最可爱的女孩子呢。大人，您醉了。我没醉，他确实改变了态度，我也不该一直沉溺下去。这一次，就当还他的救命之恩，从此再无瓜葛。粮仓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粮仓之事背后和废太子萧无伤有关。萧无伤？我没去查他，他倒还上赶着找上门了。粮仓，北京细作。我今晚逛夜市的时候，发现远处的小巷子里有一个带弯刀的人，跟今天刺客装扮一样的人说话。最近粮仓是不是该卖粮了？我想要1万担。
也是时候该搞清楚，这小丫头到底想干什么了，竟然还敢给我下毒。高远，吩咐下去，让他们盯死萧无伤，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我还有事，先出去一趟。是，大人。你怎么来了？这便是温小姐的家教吗？对待救命人就这般态度？我看你口口声声说要送的厚礼也别送了，毕竟，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毒药呢？我怎么会对您下毒啊？您可别吓我。是吗？那我便请教一下温小姐，这手帕上的毒是从哪儿来的？哎，你别动！为什么你的房间里又刚好就有解药呢？这只是巧合罢了。你想啊，我们之间并无恩怨，而且您又对我多次出手相救，我怎么会害您呢？再说了，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弱女子，怎么敢对您下毒呢？温宁玉，你不会当真觉得因为你这两句花言巧语，我就将整件事情糊弄过去吧？给我下毒，故意引着我去查北京，再加上之后的粮仓事件，我不说不代表我没发现你的小动作。我什么都没做。萧无伤勾结北京，借他们的铁骑从镇北关南下，加上近几年京都的粮食收成不好，配合被掏空的粮仓，用兵得当的话，攻下京都不是没有可能。大人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还在嘴硬。关于萧无伤的事，你到底知道多少？我遇刺那天，你仿佛知道了一切，提前准备好了解药和毒药，就连给我下毒的方法都设计得如此精妙。我遇刺那天，你仿佛知道了一切，提前准备好了解药和毒药，就连给我下毒的方法都设计得如此精妙。不对，魔国仪式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人查得到。我这么怕他做什么？这次又编了什么理由？反正不管你信不信，这都是巧合罢了。我又没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怎么可能提前计划好这一切呢？再说了，我就算要筹谋，也不是对你啊。这些到底还藏着多少？夫人，药熬好了。哎，你别动我的药！温小姐，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张药方上有26种药材，而现在这碗里，怕是连一半也没用上。吧？怎么可能？严大人搞错了。哎，是不是白芷今天煎药的时候漏了几副？多谢严大人提醒，我去让白芷重煎一副。不好，她的肚子。这么着急投怀送抱，还是怕我看出这药里的问题来？我有什么好怕的？只不过对严大人今日突然来我房中，还抢我汤药的事情，觉得不悦而已。还真是嘴硬。我虽身为男子，但这些年在大理寺也见识过不少，没想到温小姐还有做医师的天赋，竟能从一张温养身体的药方中选出部分的药材，做成保胎的药。严大人今天来找我，到底是什么事？若没事的话，还请先回吧。你身为朝廷命官，让别人看到你频繁进一个寡妇房间，不好吧？是我的，对吗？不是。你以为我会信？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不嫌你晦气，愿意跟你这个寡妇？想来手眼通天的严大人应当已经查到了我第一次让白芷去抓药的时间吧。在那之前，我已经和您说过断绝那种关系了，所以这孩子不是您的。那是谁的？说。可能是门外的小厮，也可能是家里的车夫，反正这孩子不过就是报复程若俊的工具而已。生父是谁，重要吗？没想到温小姐还有如此放荡的一面，是我低估了你。我记得那个车夫叫张吗？对吗？燕青墨，你别乱来，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你在护着他。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疯了吗？你在流血。既然你觉得不重要，
不如把孩子留了吧。严清望，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不就是想这个孩子去报复程若俊吗？把这个留了，我再帮你划一个。打扰二夫人了，东院那边遭了贼，现在府内正在追查，您这边有什么动静吗？我这边没什么事。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院门口给夫人留了2个护卫，还望夫人不要随意走动。好。我们的关系，整个靖安侯府还有谁不曾知晓？区一个小厮而已，把你吓成这样，在我面前怎么不见你这般胆小过？可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严大人身为大理寺卿，位高权重，自然是什么都不怕。可这些流言蜚语，对于我们女子来说，就如同猛兽一般，稍不注意就会被吃掉。我不是那个意思。无论如何，这里是程家，你还是先走吧。好，我走。但是温宁玉，你记住，这件事情还没完，你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想想，下次见面，怎样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等等，怎么，舍不得我了？别走门，走窗户，然后翻墙走。刚刚不是说了吗？门口有护卫。那又如何？原来是我多虑了。看来严大人不在乎顶着巴掌印从我房间出去被人看到，难不成严大人是有这种爱好？龟爷，龟爷，这是干什么呀？看到没？这块地、这间房子都是有主的，人家现在把你们告了，说你未经主人允许擅自用他的房子和地，长得人模狗样，没想到是个无赖。夫君，你不是说这家主人永远不会回京，是不可能发现的吗？这地的主人现在在京城吗？我可以将他手里的地买下来。对，我们有钱，我们可以把这间屋子买下来。这房子是我们月初刚刚翻新过的。别做梦了，人家可不卖，而且主人家还说了，这房子烧了也不给你们住。那也不能说把我们撵出去就撵出去吧。兄弟们一会儿还等着喝酒呢，赶紧从房子里滚出去！放开我！放开我！别动！我可谁敢动我？我可是靖，我姨母可是靖安侯府老夫人。还靖安侯府？那老子爹岂不是当朝宰相了？一个赖在别人家里白住的寄生虫，还想搬身份吓唬老子？你们说今日非要赶我们出去，我就抱着孩子一头撞死在这儿，我看你们如何收场！你们说今日非要赶我们出去，我就抱着孩子一头撞死在这儿，我看你们如何收场！哎呦喂，兄弟们，真有意思！这年头了，还有人敢在我们面前耍无赖？要死去外面死，别脏了人家的屋子，到时候我们还不好交差。我不走！你们手里的地契是伪造的，那老头分明快要老死在江南，而且发誓永不入京。你们手里的地契又从何而来？既然程先生听不懂人话，这就算了。他想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我们该干的事，直接回去交差了。我就知道，被我说中了。我已经记住你们几个的模样，随后便去告官府。没错，今日之事，靖安侯府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兄弟们，给我撒！撒！夫君，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呀？前段时间，温宁玉大肆张贴你的画像和悬赏，声称有个人长得很像死去的靖安侯，并冒充侯爷身份，在侯府行骗敛财。现在就算你回去，也会被抓的。这该死的女人，最近总坏我的事，这些年的积蓄也都没了。夫人，不过曼娘放心，大不了我们回侯府。就算是回去了侯府，您家里那位想必不会容下我的。回到侯府，只能暂时委屈您了。刚城下人藏在侯府东院，待我除去温宁玉之后，
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你接进侯府。还好有你在，以后我和元清全都依靠夫君了。小姐，事情都办妥了，我们动手的时候手下都有分寸，没伤着那孩子。做得不错。今日之事，把嘴给我闭严实了。另外，帮我找些人，将这间屋子推了，把这一切都夷为平地。小的明白。这是温小姐给的赏银，竟还让人注意这孩子，他到底还是心软。对付这种人，直接锁上院门，放火烧死，以绝后患，不是更好吗？大人说的是，小的这就去办。不用了，这几条命他想留便帮他留着吧。我倒是越发好奇，他到底想做什么了。你去盯着他，必要的时候帮他一把。属下明白。今日怎么这般高兴？夫人，您是不知道，我偷偷去东院看过了。二爷和那个狐狸精生怕被人发现，只能每天小心翼翼地住在没人去的破柴房里，过得那叫一个惨。这就满足了？当然没有，他们那么坏，天打雷劈白纸都觉得不为过。夫人，你看，您的首饰全都拿去贴补侯府亏空了，屋里连件像样的都没有。不如我们进去买2件。哎，金妃娘娘不是给您下帖子，邀您明天去宫里参加生辰宴吗？确实，也该置办些首饰了。走。好看吗？无碍，这是难得的机会，看来计划要提前了。有没有整套的头面？要今年最新款，最好是独一份的那种。原来是侯府夫人啊！您稍等，我这就派人去取。你不用特意招呼我，我先随便看看。那哪能啊！自打您结婚以来，便没怎么来过了。我这儿可是攒了不少好东西呢，我这会儿都去拿来，让您好好挑一挑。好。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有没有，不如我们一起挑吧。我看娘子竟一件首饰都没有，实在是俗气。女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些，哪怕只是一只银钗，也会大有不同。娘子莫不是囊中羞涩？哦，抱歉，是我冒昧了。我看夫人不也穿的这般素气？我这装扮是因为死了夫君，难不成娘子也是？我可不是，我夫君尚在，而且他呀可疼我了，就连逛街都要陪着我呢。是吗？娘子一看便是有夫之人。不过你的夫君若真疼你的话，怎么连一件银钗都不给你买呢？而且我看夫人身侧并无旁人啊。他许是去了别处，方才还在这儿的。哦，我还以为他是不想给娘子花钱呢，或者他遇见什么人躲起来了。你什么意思？夫人莫怪，我只是开个玩笑。这木簪我就送给娘子赔罪吧，我看她和您的气质最搭。起来。老板，这只金钗可有同款啊？夫人，您是知道的，这些都是大师手作，一个样式只有一只，带出去绝对不会与人相撞的。那夫人，这簪子你要买吗？若是你不要，我要。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要了？既然是娘子先看上的，我也不好夺人所爱。那是。这只金簪多少钱？我觉得也就10斤左右吧。夫人果然见多识广，猜得分毫不差。10斤？就这么个破簪子，你要我10斤？掂一掂连1两金子都用不上。你们俩这是合起伙来坑我的吧？娘子这话可不能胡说，我这珠宝行在京都也是小有名气的。且不说大师的手工费用和本身的金子，光这金簪上的宝石也都价值不菲呢。是啊，不过话说回来，这金簪再怎么也就是个首饰，戴在发髻上好看才是最重要的。若能提升美丽，这区区10两金又算什么呢？这金簪您还要吗？不要了。夫人呢？
不知怎的，我再看着金簪，竟觉得有些俗气。我再看着金簪，竟觉得有些俗气，不如这只吧。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只最适合您的气质，只需30两金。再加那套金镶玉的头面，帮我一起包起来吧。好的，夫人。哦，对了，还有这只木簪，送给这位娘子。不过，我看娘子这穿着，也不像十分缺钱之人，不过是区区一只簪子而已。喜欢的话，买了便是，何必心疼？我孩子尚小，夫君的衣服也有些破旧了，有钱买金簪，不如攒点钱给孩子，又或是给夫君制2套新衣裳。毕竟身为妇人，要处处为家里着想才是。想必这些难处，夫人身为寡妇，怕是很难体会的。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家夫人？你明明……白纸。同人不同命，我确实也没过过这种缺银少两的日子。想必您夫君为了养你和孩子，定是日日辛苦工作吧？你省着点花也是应该的。我先去那边看看。夫君，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可能像我这种人就不配出现在这种店里。凭什么？明明是他挥霍无度，不知节俭。你为我生下儿子，当是程家的功臣，凭什么要被他压一头？拿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不会让你受委屈。我就知道还是夫君对我最好了。像她温宁玉一般的女的，穿金戴银，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羡慕呢。我只要有你和元清就够了。还真上当了，上辈子我真是瞎了眼，竟为了这样的人受尽屈辱，费尽心血，甚至竟不止一次想要一死百了下去找他。期待夫人下次再来。慢着，鱼上钩了。姑娘，您还有事吗？我夫君体恤我，专门嘱托了，让我无需考虑价格，按照自己的喜好购买，无需替他省钱。是吗？那你夫君对你可真好。那您可还要这只？我要那只。这只要20两金。姑娘，你确定？我确定。包起来。哎，我钱袋不见了。什么？夫人，别慌，我这就去帮您找。老板，那边有个男子，从这位夫人进来的时候便鬼鬼祟祟躲在那里，会不会是他？来人，将他请上来。是。你们干什么？那位是我的夫君，你放开他！过来，老实点。还说无辜！刚才程夫人付钱时，我分明看到的就是这个钱袋。夫人，你看看这个钱少了没有？少了5张。你干什么？这是我的钱，你还给我！人赃并获，还敢狡辩？看他们这娴熟的样子，想必不是第一次偷窃吧？要不我们还是报官吧？不能报官，求求二位了，千万不要报官！这个钱袋是我夫君在地上捡的，还不算偷窃的。夫人，求你了，千万不能报官！你要是报官的话，你会后悔的。还敢威胁我？现在窃贼都这么猖狂了，老板必须报官，到时还请各位为我做个见证。温宁玉，你好好看看我是谁。老板莫要说笑了，全京都谁人不知我夫君靖安侯已死？当年温家军出现细作，全部战死。我夫君身为将领，必然知晓其中缘由。若他活着，定然会回来，为温家军讨回公道。宁玉，是我是若君，我当年在战场身负重伤，身不由己。你看，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身不由己？我与夫君感情深厚，若他活着，必然不会躲起来娶妻生子。莫要再辱我夫君身份。温宁玉，你怎么回事？你仔细看清楚，他真的是程若君，他是你的夫君。你不是日日夜夜都思念着他能早点回来吗？若他是我的夫君，
那你又算什么？温宁玉，我不管你到底想做什么，现在立马跟我回侯府，回到侯府。我是不是程若俊，一切自然明了。冒充侯爵，结识侯爵夫人，当街行窃，当真是一出好戏，好生精彩。你怎么来了？我说怎么突然之间不认我了，还想曝光把我抓进去，原来都是因为他，好一对狗男女。夫君，此人当街行窃，刚才抓捕时还赋予我的卡，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把二人带下去，把人带走。放开！放开！老实点，别动我！严清墨，你要带我去哪儿啊？你放开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不是。我既然敢说，就说明我已经知道了，你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男人。所以呢？你现在跳出来是为什么？别告诉我你想对这个孩子负责。你也看到了，我有丈夫，而且他还活着。如果有需要，他可以死。严清墨，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瞒着有这个孩子吗？你记不记得当初我问过你，若是江可如怀了你的孩子，你会怎样？你还记得你的回答吗？但你和他不一样，我不会杀他。有什么不一样？我甚至还没有他手里的筹码多，所以我不敢赌。况且，我也不希望我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仇家众多、张口闭口就是人命的活阎罗。这就是你想让他认程若俊为父的理由。虽然程若俊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在我手里的把柄足够多，很好拿捏，确实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的顾虑，我会给你的交代。过几日金妃的宴会，小心点。夫人，你没事吧？无碍。严大人刚刚只是问了我有关犯人的事情，今日遇见如此晦气的事情，我也不想光顾。白芷，我们走吧。严清墨好像知道这孩子是他的了。什么？那你没事吧？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我感觉他好像还挺喜欢这孩子的。不过白芷，你说严清墨他会不会对我？你这个遭天杀的，竟然将我儿送进监牢！娘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是大爷又进去了？夫人，你别在这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谁，你心里很清楚。别以为攀上严清墨做靠山，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严府里可还有一位江小姐呢，你不会真以为怀个孩子便能嫁入严府吧？啊！我从来没想过嫁进严府。既然娘已经知道了这孩子的事情，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要程若俊认下这个孩子，并且日后由这个孩子来继承靖安侯府的爵位。真是痴心妄想！这爵位是我程家的。是吗？可现在程若俊是严清墨收押走的，若是没有我，说不定哪天程若俊就真的死在乱葬岗上了呢。你这个毒妇！当初我不应该答应让你进我程家的门儿。若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是程若俊死皮赖脸非要娶我，还在圣上面前答应了那么多苛刻的条件。若我愿意，马上就可以让你们和程若俊一起净身出户。你竟敢要挟我！这就算要挟了。娘，夫君的事我劝您尽快定夺，否则时间久了，他在严清墨手上回来的时候，会不会缺胳膊少腿，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保证他能活命。我答应你，只要你现在叫他出来，我全都答应你。怕你想不开做傻事，我再好心提醒你一句，这孩子是严清墨的，若是他出了什么意外，那个活阎罗的怒火，你们能不能承受，我可就不知道了。大人，何事？温小姐求见，说是想去见程若俊，让他进来。是。等等，你去跟刑部的兄弟说一声，让他们把刑具都收一收，血迹
也清理干净。大人是怕温小姐怕那些东西啊？明白，小的这就去办。你要见他干嘛？去给我的孩子找爹呀。温宁玉，我有我的谋划嘛。反正你先带我去见他一面。我现在好歹怀着你的孩子呢，人家都说母凭子贵，我连这点优待都没有吗？反正你要是不带我去的话，我就大着肚子硬闯。走吧。温小姐，这么快就过来了，跟我走吧。等等，里面温度低，披上。别跑！你走太快了。我还以为这牢房会到处都是血跟刑具呢，没想到还挺干净的。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好吵！闭嘴！严清墨，要不先算了，我们不是还有事吗？这里不比在外面，跟着我。属下明白。你说你惹谁不好，偏偏惹了温小姐。什么味道？宁月，宁月，你是来救我的吗？连最基础的刑具都没上，就吓尿了裤子。温宁玉，你就让这种货色去给你那小子当爹？快放我出去啊！宁月，只要你放我出去，我可以不计前嫌，以后只宠你一人。求求我！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宁玉。我的确是来救你的，但我有个条件。好，只要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我都答应你。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我要你跪下来求我，并认下这个孩子，日后老老实实在我身边当条狗，我便救你。届时，这孩子将会是侯府唯一的嫡子，来继承你的爵位。届时，这孩子将会是侯府唯一的嫡子，来继承你的爵位。什么？你出轨奸人，还想让我认下这个野种？做梦！靖安侯府的爵位以后只会是我儿元清的。当初，是你母亲亲手将我送上别人的床榻。那时你在哪？你在周以曼的温柔乡里乐不思蜀，现在又来冠冕堂皇的指责我。程若俊，你哪儿来的脸？就凭你这个贱人，你想让我低头？好，你来杀了我，我看谁会要你这只破鞋。其实，想让他跪在你面前低头认错，我有10000种方法。你要试试吗？他会同意的。程若俊，你不会到现在还认为你有别的路可以走吧？当初是你亲口在圣上面前许下诺言，现在除了我给你的这条路，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温宁玉，我以前怎么不认得你这般恶毒？彼此彼此。现在除了我给你的这条路，要么死，要么一无所有，很难选吗？好，我程若俊甘愿认下这个野种。颜清墨，他说这孩子是野种，你怎么看？既然如此，便在送回靖安侯府前打断他的腿。来人！谁敢？我可是靖安侯！把他左腿给我打断，记得骨头要打碎一些。卑职明白。我看到了。
他说我错，大人，他饶我一命，大人。你当初怎么看上这种东西的？眼瞎了吗？大概吧。走吧，本来眼神就不好，别让这种货色脏了你的眼。对了，明日金妃的生辰宴，程家只邀了你一人，需要我陪你吗？怎么，严大人是怕我对金妃娘娘说些什么，所以特地来提点我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放心，孩子的事我自会瞒着，就算有人问起，他也只会是程家的嫡子。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严大人，今日多谢你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让高远送你。哎，这儿怎么有海棠花呢？这海棠花这么好看，怎么会被种到这么偏僻的角落？我方才听到宫女说，有位妃子对海棠花过敏，所以便将它们移在了最角落。原来是这样。你去外面守着。严大人，若我没记错，这后宫应当只有女眷可以进来吧？想你了。昨天不是买了一整套面首，怎么只带了一只素钗？我若是穿戴的花枝招展，恐怕要被人戳脊梁骨了。你只负责开心就好，何必在意他人眼光？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肆意妄为？反正不是现在的我。夫人，金妃娘娘和她的婢女往这边过来了。严大人，子清哥哥，是金妃，那又如何？你就不怕被她看见吗？况且现在名义上我只是一个寡妇，你也不怕影响你的官员？你觉得我会怕吗？我明明看到她往这边来了。明月，你也看到了对吗？是的，娘娘。你不怕我怕，算我求你了，严清墨。夫人，已经过来了吗？算他有良心。是金妃娘娘，见过金妃娘娘。你就是温宁玉？正是。你怎么在这儿？哦，我刚好看到这儿有一束海棠花，便想着过来看看。此处虽只是个花园，但仍属皇宫。在这宫中，程夫人还是小心些好，不要妄自走动。娘娘教训的是。子清哥哥，你不是说大理寺有事，可能来不了了吗？你的寿辰，我还是要参加。子清哥哥，今日怎么有闲心来逛花园呢？路上看到了一只小野猫，想去追，结果被它跑了。对了，有一批上好的海棠花到了，你要去看看吗？子清哥哥派人送到我宫中便好，到时候我定会好好观赏。线下我还得去盯一下宴会的东西。程夫人方面的话，可否陪我一同前往？臣妾的荣幸。你方才是和严大人在一起吧？娘娘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别以为你那些脏事我不知道，什么为了救程家大爷而现身，都是借口，不过是寻个由头爬床罢了。温宁玉，我警告你，离严清墨远一点，我的东西还轮不到你来染指。那您呢？一边爬着龙床沐浴圣恩，一边吊着严清墨，让他助你在后宫中稳住地位。那严清墨于娘娘而言又算什么？放肆！你们在干嘛？严大人，你怎么来了？李公公过来通传宴会快开始了，我顺道过来看看。劳烦公公了，我们这就过去。明月，今日是我生辰，还望公公莫要推脱，就是添些喜气罢了。那咱家就谢过娘娘了。久闻严大人与世子骑射都是一绝，不知今日是否有幸见识一番呢？娘娘如此看得起臣，是臣的荣幸。哦，
世子若有兴趣，严某人定当陪世子玩一玩。明月，吩咐人去将骑射场整理出来，待宴席结束，我们便过去。是。多谢诸位赏光来参加我的生辰宴，让我们举杯共饮。祝金妃娘娘遥叩方辰，生辰其乐。怎么程夫人的桌上只有茶没有酒呢？怎能如此怠慢程夫人？我听说程夫人与本宫还是同一天生日，快上酒，本宫可要亲自与你喝一杯。多谢娘娘抬爱，只是臣妾不会饮酒。是吗？我怎么听说温将军的女儿10岁在家偷尝烈酒的事迹呢？如今一杯清酒而已，程夫人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娘娘言重了，只是臣妾最近身体不适，早上出门前才喝了药，大夫特意叮嘱过，近期不能饮酒。是吗？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我怎么会骗娘娘呢？只是当真身体不适。既然如此，我记得太医院院判的公子今日正好也在，刚好让他给程夫人看一下，这风寒到底如何了，是不是真的不能饮酒？娘娘何必为难我一介寡妇呢？程夫人言重了，我只是看你我有缘，不免多关心了一些。大夫都来了，程夫人还是不要扫兴的好。你放心，别看于公子年龄不大，医术可是连陛下都赞誉有加呢。大夫都来了，程夫人还是不要扫兴的好。你放心，别看于公子年龄不大，医术可是连陛下都赞誉有加呢。沈清墨，你不就是想当爹吗？等会我就直接说是你强暴的我要是活不成了，你也别想后果。莫不是程夫人有什么隐疾，生怕诊脉被诊出来？娘娘，我是靖安侯的遗孀，武安侯府独女，娘娘这样不依不饶，不太好吧？程夫人放心，我会隔着帕子诊，并不会碰到夫人。我的医术虽然不算高明，但是看诊风寒还是没问题的。程夫人确实不宜饮酒，是有什么隐疾？该如何医治？程夫人不过是得了普通的胃寒而已，回去我开个方子，好好调养便是。谢谢于公子。不必客气。娘娘若是没什么事，小人先走了。既然不能饮酒，那便算了。当真是扫兴。这女人在严清墨心里的地位，怕是比我想象中还要重要些。看来当真是留不得了。放心，胎儿很健康。严大人好帅啊！严大人太冷了，还是陆大人好。既然是比试，不如添点彩头凑个趣如何？在座的女眷们可以从自己身上拿一件事物下来，觉得谁会赢便压谁，压胜的女眷方可拿回自己的事物，输了的便由赢家分了去，可好？娘娘此法甚妙。没想到宁玉选择了我，严大人。也是，毕竟我和他是一起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更何况我还有寿星的加持。今天我定胜。看来这场骑射是严大人胜了。时候不早了，本宫也乏了。恭送娘娘。严大人，这是本次赢下的彩头。有您想要的吗？就这点彩头。再者说，这里面都是女子的首饰，我拿来做甚？说是彩头，不过是个乐子罢了。怎么哪儿都有你？说明在下关心大人呢。若是大人有心，其实大可挑一件认识的，回头送还回去，或许能得到一段姻缘，也说不准呢。我不要，让他们拿去分了吧。这珠钗你不要了？一件不入流的东西，还入不了我的眼。哦，那是在下多嘴了。严大人的骑射
当真是让人敬佩。多谢娘娘厚爱，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娘娘，小的也告辞了。等等，于公子，那寡妇当真只是畏寒？娘娘是在怀疑我的医术吗？不是怀孕吗？娘娘，你可不要打趣我了。她都是寡妇，丈夫都死1年多了，怎么会怀孕呢？行吧，我知道了。方才我和你所说，若敢让旁人知晓，我断不会饶你。是，小人知道了，先告退。新妃娘娘不是严大人的义妹吗？那为什么每次进宫来，她都要给娘娘送海棠花，或者带有海棠花的制品啊？难道她不知道娘娘对海棠花过敏吗？真奇怪。难道她不知道娘娘对海棠花过敏吗？娘娘每次都欣喜的收下了，真奇怪。我也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情知道太多对我们不好，上面吩咐什么，我们只要照做就好。赶紧把这些花处理了，等娘娘回来，若发现他们还在，这样又会拿我们撒气。大人，这不是您特意为娘娘寻的海棠花吗？动用所有情报，去查金妃。是。宁玉，世子殿下有事吗？抱歉，今日害你输了发簪，这个簪子全当补偿你了。世子殿下言重了。今日的骑射本就是场乐子，输赢其实都无所谓的。况且宁玉已嫁作他人妇，这簪子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收。对不起，若是当初我少一些顾虑，多一些坚定，你就不会被程若俊抢去，现在也就不会。我与世子的确一同从小长大，但是我从小也只把世子当哥哥看待。就算后来没有程若俊，我们之间也并无结果。在这儿，宁玉祝哥哥早日寻得良配。我明白了，哥哥会的。只希望宁玉日后若是遇到麻烦，还记得他有个哥哥。好，那宁玉先走了，哥哥再见。公子，您刚刚走那么快干嘛呀？没事，回去吧。公子，来时路上我捡了一只发簪，也不知道哪家女眷丢的。哎，公子，您看看，这个发簪能卖多少钱？值不值20斤？这个发簪能卖多少钱？值不值20斤？这发簪的主人与我相识，我拿这个金钗和你交换，如何？公子当真？当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您手里这只金钗花了不下100斤呢。换吗？换。宁玉，若我当真能释怀，将你放下该多好，可我做不到。既然你不希望我去打扰，那日后我便只做你的哥哥护着你。过来。晦气！白芷，我们换条路走。再不过来，信不信我直接把你掳走？你，反正我又不在乎多少人看，更不会有人拦我。白芷，你先回去。是。颜清墨，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总揪着我不放呢？刚才你和谁在一起？我的行踪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我换一种问法，你对陆长风什么感觉？和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怕他就是你给这小子找的候选爹。温宁玉，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除了你，我没有和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江可如我会尽快送走，金妃我也会处理好。只要你答应，我会带你离开城府，然后娶你。颜清墨，你没开玩笑？我当然，大人，萧无伤和北京那边又开始有动作了。知道了。你先去忙，那边的事情比较重要。我们的关系，这段时间我也会好好考虑一下。最近会比较乱，没事待在侯府，不要乱跑。我知道，你也照顾好自己。
等这件事情结束，我便会给你答案。照顾好你家夫人。大人放心，我一定。现在是什么情况？就在金妃生辰宴那一天，北京突然在城外集结了5万的人马，并把城邦给包围了起来，再利用城内闹饥荒，大肆敛财，为北京招兵买马。我不是说了吗？让你们密切关注那队人马，现在却忽然出现，你们怎么办的事？是东厂那边出了奸细。那粮草储备的怎么样了？我们虽然提前发现并及时补救，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撑不到援军回朝了。这样，京都那边的粮草不用担心，你现在就带着我的手信从北门出门，让他们攻打北京。记住，这一路上你要隐蔽行程。属下明白。夫人，外面的粮铺前段时间都被一家叫天福的新铺以高于市价200钱的价格全部清空，然后就没了动静。现在整个京都被困，又加上3天无粮可买，他们终于有所行动了。他们定价多少？4两银子。4两一担，好家伙，他们直接将粮价翻了1倍。若我猜的没错，他们应该是定价4两银子1斗吧？1担等于10斗，也就是说40两银子才能买1担米，这怎么可能啊？您别开玩笑了。夫人果然是料事如神。若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收了4万担粮食，这得多少钱啊？他现在不过是以为自己垄断了粮米市场，所以才敢大肆哄抬物价。张某，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店里还有约2万担的余粮，东家准备定价10两一担售出。明白，到时候我就把那些受潮的和品质不好的统统卖给他们。聪明。若有散户来买粮的话，就说东家还没有定好价，先糊弄过去。咱们的目的是天福这条大鱼。若我猜的没错，20万两应当是他们所能筹集的极限了。那剩下的粮食呢？自然是之后正价卖给百姓了。现在正值饥荒，这些粮代表多少条人命？我们手里剩的那2万担粮食来维持全城性命，数月是足够用的。这样一来，天福的粮食被他烂在了手里，夫人还在那里净赚了10几万两。没错，他们若是想回本，就只能不断压价。不过他们的米大部分来自于粮仓的陈米和我们，所以品质上完全不能比。就算各大米商想重新购米的话，也只会选择我。夫人这一手直接拯救了一场灾难嘛，张猛佩服。这段时间让兄弟们把咱们的粮食看护好，尤其是咱们预定的那2万担粮食，这可关乎着全城人的性命。晓得明白。林大人，温小姐向萧无伤那边以10两一担的价格卖出来2万担的粮食，现在正在赶回侯府的路上。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小狐狸直接将我们的胜率从6成拉到了9成。还有大人，金统领那边传来消息，北京大军第3波围攻开始了。这么着急？看来玄甲军那边也差不多了。大人，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得到消息，金妃娘娘花重金从无影楼请了杀手，要去杀温小姐。什么？高远，取我的弓来！是。大人三思啊！现在外面有无数地方派来的刺客正在蹲守您，况且您不是安排了小七他们暗中保护温小姐了吗？无影楼的杀手和程家找来的3流货色有多大的差距，你不知道吗？而且后续所有的计划你都知晓，我在不在这里对结果影响不大。但他不一样，高敢，让开！大人，当心点。守好京都。没想到张猛看着5大3粗的，谈起生意来却丝毫不逊色。日后我便也能放心将这部分生意交给他了。车夫，你还在吗？现在城外没有人驾马，若我们一直待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可若是拉开帘子出去，便又会被外面的箭手射死。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刚刚看了一眼，前面就是路口，并没有人影。
所以他应该是躲在远处的酒楼上。届时，不管马车会转向哪边，我们就从另一侧跳下去，借着马车的掩护躲进巷子里。听清了吗？白芷明白。上！追！夫人，你还好吧？没事了，夫人，我们已经躲过去了。夫人，你还好吗？我们已经躲过去了，没事了。老三还真是恶趣味，要我说，干脆点，一见一个才算痛快。每次杀之前，还非要戏耍一番。你们是什么人？别过来！两位大哥，我虽不知是什么人向你们买我的命，你们杀人无非就是为了银钱，我愿出双倍，不，3倍，我愿意出3倍买我的命。好心动啊，大哥，怎么说？夫人方知行有行规。那能告诉我是谁吗？让我死也死个明白。我们是不会暴露雇主的任何信息的，夫人也不用想着趁机拖延时间了。老二动手！夫人，若您要是心里知道是谁在背后买了您的命，您不妨趁现在还活着，立马向我们付钱下单。等我们先解决了您这边，我们再去杀那边。这样的话，你们黄泉路上还能有个陪伴，怎么样？那你们的雇主应该只说杀我一人吧？能否放过我的婢女？求求你们杀了我吧，放了我家夫人！别废话了，动手！白芷，是我连累了你，下辈子投生个好人家，别再这么倒霉遇见我了。夫人，严清墨，大人，你没事吧？没事，都是小伤。严清墨，高远，让人去对面酒楼把那个剑手的尸体处理了，再找来马车回大理寺，让于长风给他检查一下伤口，再检查一下。明白。你别乱动了，你都受伤了。别急，别急，都是小伤。你都流了这么多血了，还说没事，你能不能在乎一下自己的身体？你要是哪天死了，我就去找别人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当爹。你这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答应我了？你要是哪天死了，我就去找别人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当爹。你这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答应我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好。禀报大人，已经将温小姐安全送回了侯府，高敢带了一队影卫在暗中保护她。于长风那边怎么说？于先生说，小姐与孩子并无大碍，只是受到了些惊吓，让他手下的医女帮忙包扎好了伤口后，留下几副调养身子的药方便走了。那就好。宫里那位查的怎么样了？我们查到娘娘确实对海棠花过敏，而且她的乳母还告诉我们，幼年时娘娘从未到过江陵。我知道了，给我派人盯好进妃，一切等萧无伤这边处理完再说。下去吧。是。婉儿，你到底在哪儿？废物，全都是废物！我的计划明明万无一失，本来稳赢的局面，为什么我们走的每一步，仿佛他都能预料得到？点点，到底是谁泄了密？太子殿下，哦不，现在应该叫您大皇子，毕竟你的太子之位已经被人废掉了。再说，
你凭什么认为那一间是我们的人，而不是你的人？图巴特，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通过最近的观察，我们大汗发现你既没有实力，也没有脑子，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还望大皇子好自为之吧。闭嘴！你们怎么能在这时候变卦？我们不是还有底牌没用吗？现在灾荒已经来了，全城上下的生死都握在我的手里。只要你们继续围城，用不了多久，京城就能不攻自破。是吗？可是我们已经准备退兵回北京了。你们北京不是号称人人都是勇士吗？我看也不过如此，一个小小的玄甲军而已，就把你们吓破了胆。等孤登上王位，你们何须迎战？届时只要我一道懿旨，便能将其召回。小小的玄甲军而已，大皇子恐怕不知，这玄甲军是如今整个王朝最有实力、最强悍的一支队伍，2万人即可抵10万大军。殿下，殿下不好了！殿下不好了！何事？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家米粮店，售价每担却只要2两半银子。什么？那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现在正值荒年，城池被围，明明是敛财的大好时机啊！除此之外，据我们调查，那人手里现在有接近2万担粮食，这些粮食足够能让京都大军等到回援，甚至撑过这场灾荒。而我们手里挤压的粮食恐怕全部要砸在手里了。怎么会这样？这背后之人是谁？查到了吗？是原先武安侯府家的独女温宁玉，是现在靖安侯夫人，就是那个连房都没有同过的寡妇。我和她之间可有仇怨？毕竟是曾经的盟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可以告诉你，那位温小姐是颜清墨的女人。我就说一个寡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又是颜清墨。既然大皇子还有事情要忙，那我便不打扰了。我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是吗？我本来不想这样的。来人！请问大皇子，现在可以走了？我可是皇子。那又如何？皇上他不止你一个儿子，况且还是个废物。大汗说的果然没错，你的愚蠢是把双刃剑，虽然容易控制，但稍有不慎，就会化作最为致命的威胁，反噬其身。对，图巴特、颜清墨，我定让你们付出代价。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的伤还没好？于公子特意交代过了，这2天你要在家静养。到了你就知道了。大人，到了。这是带你去见个人，前面的路不好走，当心点，别走神。好。你带别人来过这里吗？从未。宁宁，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从未带任何人来过这里，就连高原，也只到过山脚的路口。那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每个人都有命中属于自己的人。她这一生与我父亲相伴，如果遇到了属于自己的人，便带过来给他瞧瞧。原来在上一世，你就曾喜欢过我了。娘，这是武安侯府的独女温宁玉，是我未来的妻子，她怀里的孩子也是我的。以后，您可以放心了。见过严夫人。宁玉小心！见过严夫人。宁玉小心！宁玉小心！走，你先走，剩下4个我能对付。我信你能拦住他们，但颜清墨我不傻，我知道有一天你也会死。可跟上我，你也会死。走。
袁清墨，我们有救了。不一定，小心些。彭叔，求您救救我们！我是武安侯府温宁玉。你认识彭老将军，之前隶属于温家军，后来在我父亲战死后，便卸甲归田去了江南。他腰间的令牌便是温家军的象征，可以信赖。那我便放心了。啊，严清墨，彭叔，求您快救救他！刚才听你喊他的名字，这小子就是大理寺卿，所以就是这小子强行玷污了你，是吗？王婉别怕，有彭叔和那几个老家伙在，就算他是大理寺卿，也定要帮你将他斩除。彭叔，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求您先救救他。这件事我过后跟您解释。所以程若俊并没有死，还偷养妾室生下一子，程家竟然还妄想让你抚养那个孩子，这个畜生！婉婉，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不喜欢了。现在我才明白，当初程若俊接近我，并不是喜欢，从一开始就是他的计划。我恨程家。好孩子，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什么不和我们这些叔伯说呢？当年温家军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就算活下来，地位也大不如前。我又怎好因为这些家宅琐事去麻烦你们？彭叔，我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其实当年完全是因为军中出现了叛徒，泄露军密，才会如此，和您无关，您无需自责。这些年，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谁泄的密。但听了你今天的话，我可能知道那人是谁了。您是说程若俊？您是说程若俊？目前还仅仅只是猜测。当初军报上你父亲的那些功绩，莫名的出现在了程若俊名下。但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发现的时候，皇上的赏赐已经下来了，程家也从伯爵一举上升至了侯爵。什么？那为什么没人指出来？我们想着将军和程若俊都已战死，若今后你能顶着武安侯府独女和靖安侯府夫人的双重身份，不管怎么说，日子也会过得轻松些。谁知道都是叔叔们的错。婉儿不怨，我现在只想查清害死我父、害死文家军的人是谁，我要他们血债血偿。这些就交给我们。丫头，现在说说你和那个严清墨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程若俊死后，我们便认识了。他又多次帮我救我于水火，就互生了情愫。倒是看得出来，他对你很上心。我们武安侯府的姑娘就是不一般，连传闻中的活阎罗都能拿下。冯叔，您就别打趣我了。总之，婉婉，你要知道，你的身后还有我们，无论是谁欺负了你，我们这群老家伙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护你周全。凌玉，哎，凌玉，严清墨，还好你没事。师傅，我都说温小姐没事了，结果她非要进来看。行了，别在这打扰他们了，走，为师有事托付于你。没事。婉婉，我让厨房准备了海棠糕，一会儿记得去拿。走。严清墨，你放开我，你身上还有伤呢。我们已相互确定了心意，连孩子都有了，怎么还这么害羞？那，你也不能在彭叔面前抱我。对了，宁玉，刚刚我听彭叔叫你婉婉。对啊，婉婉是我的乳名，不过只有家里的长辈和彭叔他们几个亲近的叔伯才会叫，所以一般人很少知道。那你儿时有没有去过酉阳？去过呀，
怎么了？那时你几岁？为什么去的？记得，当时我因为过敏，脸上起了红疹。与外婆相识的阿婆在那边帮我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乡野医生，所以7岁那一整年，我都在酉阳诊治。原来如此，我终于找到你了，婉儿。对不起，我太笨了，才会把你认错。颜清墨，你还好吗？你记不记得，你儿时救过一个小男孩？记得，是子清哥哥。是我。你是子清哥哥？嗯。那，你刚刚说的认错又是什么意思？那，你刚刚说的认错又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我那时送了你一条手帕吗？嗯。当时你还在手帕上亲手绣了一个碗字。只不过后来被一个小乞丐抢走了。那条手帕在金飞手里。啊！我凭借那条手帕将他认成了你。当我找到他的时候，却发现我不爱他。那你暗示里的话呢？那些可都是金飞啊！你若不喜欢他，又怎么画了一屋子？国安没发现吗？每一张画都有一张面纱。当我见你之后，我便忘不了你。我喜欢你。在我找到他之后，你不爱他？不爱。但我始终无法忘记儿时那双眼睛。我无法分辨我的感情，它太割裂了。所以，其实我是我自己的替身。从来都没有替身一说。这些年我和金飞一直保持着距离。为他做的那些事情，也只是为了偿还儿时的救命之恩。特别的人，一直都只有你一人。那当初也是你强迫我的。对不起，犯过的错。对了，有件事，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什么？当年温家军出现了叛徒，我现在怀疑，那个人是程若君。当年温家军出现了叛徒。我现在怀疑，那个人是程若君。若真是他，这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不过，不管是不是，此人都不是婉婉的良配，不如早日休了他。我记得圣上的懿旨，光凭他在外擅自养妾这一条，就足够他净身出户了。也是，如果把他休了，那我就是身怀2个爵位的香饽饽了。到时候什么样的孩儿也找不到。再不济，前段时间我卖粮挣的钱也足够养活我们了。婉儿还没有原谅我呢。我可不敢怨言大人，我要去吃彭叔给我准备的海棠糕了，可不像某人，当初我想吃一口都不让。这是休书，签了吧。从此以后，靖安侯府与你们再没关系。给你们半日时间收拾些衣物，然后从这里滚出去。你凭什么跟我们堂堂靖安侯这么说话？你不过是一介妇人，现在还带着自己的奸夫找上门来，妄想休夫，还想让我们滚出去？我看该滚出去的人是你的。凭什么？凭我是武安侯府独女，凭着程家的一切都是我温家给的。你知不知道程若君为什么不敢回家？因为他怕我休了他，怕失去现在有的一切。你这个贱人，倒真是长本事了！哼，这可是靖安侯府。我是绝对不可能签的，况且你现在怀着野种，我倒是要看看，离开程家之后，谁还会要你？颜清墨，他说我怀的是野种，我有些累了，现在看见他们就觉得恶心。剩下的事交给你处理了。好，开旨，送夫人下去休息。是。既然婉婉的方法你们不行，那现在就按我的了。会出人命啊！放心吧，他手里有分寸。况且程若俊的命现在还不应该取。
你怎么也没说一声就来了？我估摸着你在休息，到时候他们一通传，又该吵醒你了。哎，皇上那边怎么说呀？今日早朝，我将证据呈上去后，皇上已经下令株连9族，程家所有知情人全部斩首，其余旁支流放3000里。如此，数万温家军的冤魂也算能有个交代了。那大皇子萧无伤被斩首之后，皇后有没有找你麻烦？萧无伤勾结北京，意图打入京都谋权篡位，皇上震怒，别说皇后背后的势力，皇后都被打入了冷宫。皇后被打入冷宫，那后宫岂不是今妃独大了？你说是不是啊，严大人？婉婉，我错了，我已将给他的助力全都收回了，并敲打手下。这些年他仗着我的庇护，在后宫得罪了不少人，如今这些罪也该他自己受了。那后宫可是个吃人的地方，他岂不是……认错他是我的责任，但从他撒谎认下你的身份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有这一天，说他安分守己，不去害人，就算没有我的庇护也不会怎么样。这些只不过是他自己种的因。也是。婉婉，我们什么时候搬去严府住啊？或者我来这武侯府也行。我才不去呢！你们府上不是还有个江姑娘吗？我的姑奶奶，那江小姐我早就送回江家老宅了。再说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和孩子吗？那好吧。夫人，颜清墨，我要生了！愣着干嘛？魂魄不就在侯府西房吗？我这就去。颜清墨，若是我能平安生产的话，那我就嫁给你；若是我不能，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说什么呢？肯定会没事的。嫁衣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等你生下这小子，我们就成婚。婉婉，无论你有多少秘密，我都不会再去探寻。我只求你能一生平安顺遂。怎么样了？大人放心，母子平安。平安就好，平安就好。